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殷乃金小姐、费鸿泰委员、钟佩君议员。好，川普说要打仗了，说要动武，跟伊朗讲，各位小心，2个礼拜之内我解决你，赶快来谈哦。不过他曾经上次呢，这个讲两个礼拜就3天就打人家了哈。那伊朗说呢，军队已经扣上扳机，来呀，谁怕谁？军队已经上扳机，这个已经预备。刺刀出鞘哦，这个子弹上膛。那川普说呢，计划跟伊朗谈，可是现在没有人相信川普。他说要谈，也许打；他说要打，也许谈；他说要加关税，也许又可以谈。他说这个，反正他变来变去了。那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国防部长了啊。全世界我还没有一个国家国防部长叫战争部长，那川普叫战争部长啊。军队在中东完成集结，等总统下令，一声令下。就大军出发，林肯号也去了哦。说美军军舰增到10艘哦，而且呢，当时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他们现在跟伊朗警告说，小心也把你抓走了啊、哦。那另外呢，航空母舰也就位了哦。伊朗说扣上扳机，要来就来，好、哦，所以不怕谁。BBC 英国 BBC 说美军轰炸伊朗有可能7种状况哦，所以第一个川普就是硬打。那但是呢，这个他打击再怎么硬打还是有限的哈。那希望建立民主的一个政府。那另外呢，就是强迫这个核计划能改变。然后另外呢，就是军事统治，革命卫队来主导，那更惨。那另外呢，伊朗会对美国用无人机跟飞弹对旁边的国家报复。那另外呢，可能把这个荷姆斯海峡封锁。那会造成油轮的这个油价的上涨。另外呢，这个把美舰也打沉了哦。那还有呢，就是整个伊朗跟委内瑞拉不同，委内瑞拉因为副总统那女副总统的哥哥，头1年就跟美国讲好了，总统下来我们上来。结果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个伊朗没有人谈呐、总统这个他的最高领袖下来以后，谁上来不知道。就可能更加混乱哦，就黑帮老大被打了以后，那黑帮更混乱，没有老二接班，小弟吸了毒以后乱搞一通。那中东盟友很担心，因为呢，中东很多美国的盟友有很多的美军基地，那伊朗也可能去打他，搞得天下大乱。所以呢，美国打得很痛快，苦果是要这些盟友国家去吞啊。但是另外一个说，伊朗有一个给高官做的神秘呼号的一个飞机呢，跑到莫斯科，所以他是不是最高领袖跑了，怕被斩首？看一下。Conversations with Iran in the last few days, and are you planning on any? I have had, and I am planning on it. Yeah. 川普嘴上说还想跟伊朗谈，但在内阁会议上，战争部已经准备好，就等总统下令。We will be prepared to deliver whatever this president expects of the War Department. 不是说说而已，川普考虑对伊朗政府发动精准空袭，制造政权更迭的条件。President Trump is considering strikes on Iran's leadership,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nuclear sites. That'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美军在中东的部署也已经完备，伯克级驱逐舰德尔伯特布莱克号过去48小时进入中东，美军已经部署了6艘驱逐舰、3艘滨海战斗舰跟林肯号航空母舰，总共10艘的军舰。此时，伊朗也宣布进入准战争状态。革命卫队2月1号、2月2号2天要在荷默兹海峡实弹射击。德黑兰也下令随时将地下停车场改为战时避难设施。Tehran also says it's added 1,000 drones to its military stockpile. 就在同一时间，飞航追踪网站却发现，周4有一架伊朗政府的专机从德黑兰飞往莫斯科，外界就揣测最高领袖哈米尼人还在伊朗国内吗？倒是国会议长扬言被打一定还手。How can we, given all these actions and reactions again, trust President Trump? Mr. Trump can start a war, but he doesn't have control over the end. Thousands of American soldiers who are being deployed from several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from home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be harmed, which is not a good thing. 另外，欧盟现在也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加入制裁。但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却警告，空袭无法保证伊朗政权一定会垮台。川普不一定会打，因为川普，我现在这里有一张图是讲那个横征暴敛的，横征暴敛，世界新秩序已经产生了。他的朋友都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人不可靠，所以这个是新的世界秩序。
但这张图画的不好，还因为有1、2个错误，因为 ChatGPT 不太会画地图，哦，所以我昨天早上跟他拼了1个早上，这个图还是不好啊。但是呢，我讲船坚炮利的部分，其实川普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打，就委内瑞拉、古巴跟伊朗。那委内瑞拉算他顺利了哈，但是委内瑞拉这个政府不经打，但古巴呢，古巴他是可以打的，但是呢他不敢打，他现在就要断掉他的石油的供应，把它闷死。那现在所以他可以打的就是只有伊朗，但是他如果真的打伊朗，是得是失很难讲，因为伊朗这个国家我可怜的，就比如说古巴人民，我觉得很可怜，我觉得伊朗人民也很可怜。因为他们的，比如说古巴的共产政权，比如说伊朗的神权主政权，不见得是他们人民要的，但是没办法哦，就现在不要，也不能说不要，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川普你真的是行大义于天下，我赞成你打，但是快打快结束，然后把政权很快的还给伊朗人民选出来的民主政府，然后你退。你是这样吗？我是觉得很怀疑，啊，所以呢，他对房地产有兴趣，所以就船坚炮利，我来打，但是打来打去也只不过是一个委内瑞拉嘛，啊，本来他想用武力拿格陵兰，你看欧盟这个声音稍微团结一下，他打退堂鼓，他就是用一个没有什么细目的这种架构。来做一个退场的一个遮羞的退，但是我觉得格陵兰他是退守了，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川普现在心里头，你刚才讲说他常常改来改去，所以就有一个叫 Taco 的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这是因为他的威力很盛啊，他为什么改来改去？就判断错误嘛。如果你判断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如果你我这样改来改去，人家笑死我们了。但川普改来改去，人家还美其名叫Taco，他为什么要改？就是他是随心而至，就说老师要什么啊？一旦第二天觉得不对了，又把它改回来，从来不觉得害羞啊。所以这样的政权啊，在国内败相已露。我认为他这个政权。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特异的地方，就是我们有2个让我们难过的。那郑丽文一个叫他恩人，一个叫他亲人，但是这个恩人是要我的钱，这个亲人是要我的身一个要我的身体，一个要我的金钱，而且2只都是大老虎。我跟你讲，我们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才搞出这2个恩人跟亲人，而这2个一旦握手言和，要4月要见面，我们真的不晓得如何自处啊！碰到这种川普，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们的政府倒不是说你要多靠一边，少靠那一边。我觉得你要想好，你要想川普到底可以做多久？到底你要以6个月做计划，还是1年，还是2年，还是3年？我觉得3年不打，跟6个月不打。你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昨天没有看，但是我看了报纸，我觉得这个郑丽文在你的专访嘛，我讲他讲得很好。联总会讨论。我觉得郑丽文的缺点就是讲短的一个亲人，一个恩人那就有问题了。连张亚中都骂他，张亚中你骂什么？你是糊里糊涂。如果没有那个恩人，你今天还有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可以当啊，对不对？你觉得老公会给他当孙文学校的总校长？所以你根本就是乱讲一通。我觉得郑丽文如果让他出几个口号，都会有很多反弹。但是如果你郑丽文足够的时间让他论述一下，我觉得他论述的能力真的很不错。他昨天把台湾的特异性，把我们2党这个轮替的特别的重点引进来了，把台海问题不是你我可以说了算，是已经有国际因素导进来了。我觉得，而且他有讲，国民党并不是把这个希望调得很高，他的期盼就是不要打仗。我觉得这个论述的非常好。我认为正如你找着，然后在我们英明的殷乃金的辅导之下，一路顺风，2026、2028
一片光明。好吧，你刚刚讲川普，这边突然找到一个记录，川普的妈曾经讲过他，川普的妈妈，知子莫若母嘛。川普妈妈说，他是一个没有尝试、没有社交技能的白痴，但他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参与政治，否则他会是一场灾难。Mary Ann Trump， 川普的妈，是马斯克的妈妈也很厉害，马斯克的妈妈评论他儿子也评论得非常好。知子莫若母，真的是这样子，好吧？来，这个费伟。大家都在猜啊，川普到底会不会打？全世界都看着。但我们稍微想想，川普要打到底是为了真的让伊朗民主吗？还是为了他的石油？还是他想要继续扮演世界的老大？我想他打委内瑞拉这次，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成功。他委内瑞拉的国力啊，跟伊朗是不能比的哦。我跟各位报告，伊朗的国力啊，军力。排世界第8名，世界第8名。南韩，我们知道南韩很强嘛，南韩是排第9。我们军力大家也觉得强，我们排22。所以美国要去打这个伊朗我猜可能会动手了。但是规模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美国在中东啊，军事基地啊，活跃的有20几个，还有各种除军的这个60-70个。他的军力将近5万人在中东哦，军力也是蛮强的。可是刚才我在讲的，伊朗的军力不弱哦，而且伊朗我跟你讲，他是杠子头哦，你要打他，他会跟你玩真的，跟你拼了啊，他会跟你拼哦。所以这个他们不怕死后也可以见阿拉，对，所以这个打下去啊，美国到底胜算有多大？举例，如果美国有一艘这个驱逐舰被击沉了，哇，那他回去怎么跟美国人交代啊？我是觉得他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总之，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啊！如果完全是靠武力，我要去讨伐你，我不喜欢你，我就要打你。这个东西我喜欢，你要送给我。如果世界上是这样子的话，永无宁日了。所以最好，我既不喜欢你，也不讨厌你。才能够永保安康。休息一下再回来，喜欢也不喜欢。咖啡。好，英国首相很多年没有去大陆，8年吧，跟习近平见面，2个握手，好，希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关系，就以前不够成熟啊。那说呢，他们要研究中英服贸的协定，那大陆考虑对英国实施单方面免签，当时对加拿大也是这样，就加拿大总理去，就是加拿大呢可以进口大陆的电动汽车1年49000辆，利率从关税100%变成6.1%，你看降了很多。那大陆承诺进口它的油菜籽，同时让加拿大人30天到大陆去免签。那现在对英国也像免签啊。那另外呢，斯凯尔访中这个很有名的公司 AZ 就宣布呢要投资150亿美元那英国到中国也是30天免签都可以免签好，那么这个 AZ 是蛮大的一个药厂那英国首相呢说这是要破冰之旅到中国，所以呢地缘政治有不同的转折那另外呢，2018到2022年当时呢说英国跟中国叫做像冰河一样的冷，2026年呢叫做战略转向，反正话随便你讲打败了逃走也可以讲，转进这另一种讲法，对不对？屡战屡败这种讲法，屡败屡战又是一种讲法好，那么斯凯尔英国首相跟习近平会晤，川普生气了，英国跟中国做生意很危险，当时加拿大去了，加拿大你给我小心。你加拿大输美国东西，我都抽你100%的关税。反正我川普，我4月可以到大陆，我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你们通通不行。看一下，英国首相施凯尔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聊就是40分钟。中方认同英方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将造福2国人民。你这次来访受到了
高度关注好事多磨。习近平特别点出好事多磨，还说中英合作定能一马当先，同时释出善意，表示会积极考虑对英国单方面免签。As you have said, this is the first visit by a UK Prime Minister in 8 years. To my mind, that's been far too long. 施凯尔29号稍晚则与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现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人共同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见证中英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We've agreed that on tariffs of whiskey, we're looking at how they're to be reduced, what the time frame is, visa-free travel, how far, how much, and when that can start, and on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on small boats. 英国官员进一步透露，大陆将把苏格兰威士忌关税从10%降到5%。英国天空新闻同时披露，大陆也将允许英国公民免签入境最长30天。实际上，从去年11月以来，从西班牙、法国、芬兰到加拿大、南韩多国领袖接连访中，习近平元首外交成果满满，背后少不了美国因素。US allies certainly feel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美中大国角力，各国都试图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最有利的微妙平衡。那乃金怎么看？就我们要听施凯尔自己怎么说啊？他自己评价这次的中国大陆的访问，他就说实质而富有成效哈。所以我想这个施凯尔的这个谈话呢，说明了他们这一次的他的这个破冰之旅呢，对于英国来讲呢是至关重要，当然对于中国大陆也是哈。因为无论如何，英国呢在这个欧盟的这个地位呢，它虽然退出欧盟了，在欧洲的地位呢，它是具有这个指标性的。而且在这个施凯尔之后呢，德国的总理呢也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这个川普呢，就是一手的把美国呢跟这个英国的友好关系呢给撕毁了哈，接近于要到这个濒临双方决裂的局面。当初施凯尔呢，其实曾经非常的觉得还蛮庆幸的哈，就是说也还觉得说他对这个川普呢有一套哈，他说的话呢，川普呢是可以听得进去的。然后英国呢也给予川普呢非常高的这个礼遇，川普到英国去进行国事访问，查理国王呢在白金汉宫呢盛大的国宴款待等等啊。可是这一切呢，都抵不过呢，川普对于他的盟友呢这么极度的瞧不起啊。先是乌克兰的问题，再来呢就是格陵兰的问题。我觉得彻底的把川普跟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之间的特殊友好的关系给毁灭了啊。英国呢有8年的时间呢，没有英国的首相没有到中国访问，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有人说是因为后来不管是反送中的问题啊，人权的问题，但其实呢，最重要的关键呢，还是在于，因为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转向，所以欧洲这些的大国呢，都跟着这个美国走。那当现在呢，川普已经改了一个面孔之后呢，那施凯尔他们这些呢，当然要寻求国家最大的利益。而且我觉得，习近平在见这个施凯尔的这个部分呢，也显然呢，跟他在接待不管是加拿大总理啊，这个芬兰总理的时候呢，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是，毕竟呢，英国呢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现在的国际秩序呢被川普破坏的情形之下，就大国他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角色。那我们之前的时候非常的关心，就说，那你到底这个施凯尔这次去，你会不会提到黎智英的问题啊、人权的问题？他在后来啊，跟习近平会面结束之后呢，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有，他有提到这个人权的新疆人权的问题啊，黎智英的问题啊，我们做了礼貌的交谈哈。那我想也就仅此而已。他只能反映了，也不能强迫了。对，我觉得也就仅此而已。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施凯尔的这个态度啊，对于香港的民运人士来讲啊，当然是就是他们要有非常的这个警醒啊，对台湾呢何尝不是？当初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背后，英国还有这个美国在背后施展了多大的力量？他们做出了多少的承诺？没有一个兑现。那现在呢，寄望于这些大国能够秉持什么不管民主价值啊、什么原则的来去看待两岸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到时候当
当面对到关键抉择的时候，这些国家考量的绝对是自己本身的利益，而不是去搅进这趟这个浑水。而且施凯尔呢，在有关于台湾的问题上面呢，也很明白的表示他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场的会面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示范性的啊。还对于川普呢存有任何幻想的，或是对于这些标榜着民主人权价值的这些西方大国呢有幻想的人呢，就该醒醒了。我基本上因为英国脱欧了快10年了哈，那现在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脱欧以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也没有。那现在怎么办？本来想靠美国，那美国现在又这样子，哦，就是我想到孟子里面讲那个良人篇，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美国是本来英国仰望的。就血浓于水，现在居然变成这样，所以英国不知道怎么办了。哦，加拿大也是，所以我就想英国、加拿大，英国叫做血浓于水，加拿大叫远亲不如近邻，就在美国上面，现在都搞得发觉是恶邻，这个然后呢这个恶亲，所以怎么办呢？只好说看是不是能够再找一个，找一个新的一个朋友，一个新的盟友，至少来平衡一下。哦，不要都靠美国，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嘛。来，嘉宇。我觉得施凯尔当然想要帮英国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哦，所以他去见了习近平，然后说要建立这个长期而且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种与虎谋皮，两个如果在价值理念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要如何能够合作？就如同刚刚所讲的这个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事件哦，英国对香港。当初这个治理得到很多香港人可能觉得说来了中国之后完全都不一样，不过司法或是人权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状况。那你英国没有办法去维持香港的这些人权民主，然后现在反而你要去跟中国你要去对谈，然后去合作，那把当初的这些香港人说实话。有点被背弃的感觉。那对于中国来讲，他想要得到什么？习近平当然觉得说，现在川普处处打压我，那英国你要来，德国你要来，我当然展开双臂欢迎。可是中国也希望从英国这边，我能够去倾销我的商品，我能够去倾销我的电动车，我能够把东西卖到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那对欧洲这些国家来讲，你想要重新的在经济上，你想要获取你的利益，你跟中国合作。就像当初为什么美国今天要走自己的路一样，要把关税加价一样，因为中国只要拿到你的技术，就可以大量的生产，便宜的倾销。那最后这些国家可能他连自己的这个经济基础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施凯尔当然他想要重新让大家看到英国在其他国家，我也是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可是如果没有想清楚，最后这个下场会如何，我不太清楚了。但是美国川普就要告诉不管是加拿大或英国或其他的欧洲国家，如何能够在民主国家里面，大家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产业链，能够这个维持我们的经济的生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施凯尔下一步又要去见高市早苗，要谈这个防务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对英国来讲，确实欧洲国家因为美国川普的行径，让他们倍感威胁，所以现在希望能够跟其他国家也能够建立自己的关系。那对台湾来讲，其实欧洲这些国家过去也都非常支持台湾也有这个欧洲相关的议会也支持台湾这个不管是这个2758号决议啊，或是相关的这些台湾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地位等等，都是非常的支持的。所以我也相信欧洲这些国家也希望不管跟台湾跟中国都能够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那我们持续的关注，但是也希望说欧洲这些国家能够坚持民主的价值跟人权的价值，能够跟中国好好的来去谈关于黎智英的问题，这是全世界都关注，而且英国更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关注才对。休息一下就回来。